怎么样，贴心吧？5万奖金，还给你升了100打车回家。您好，女士，一共消费49900元，请问刷卡还是扫码？哇，林叔呀！后来，我死在父母一遍遍逼迫我要回那笔奖金的绝望。你个赔钱货！那可是我为什么不要回来？你弟弟还要买房结婚，你今天不把钱要回来，就别想进这个家门。重生了，回到了贺瑶催我去赴宴的那个傍晚。林叔，你到哪儿了？快点，大家伙都等急了，就等你的刮刮乐大奖开席了。急什么？我马上就到。这一次，我绝不会重蹈前辙。是真的，我重生到了这顿天价盘踞开始前。上一世，为了这顿饭，我不仅赔光了奖金，连存下的那1万块血汗钱都搭了进去。既然你们想吃，那我就让你们吃个够。林叔，你到哪儿了？快要上菜了，大家伙都等得肚子咕咕叫了。贺瑶，告诉你个大喜事，我刚刚去领奖才发现，我之前看漏了一个号码，那张刮刮彩不是中了1个5万，是中了2个，总奖金一共10万。10万！林叔，你发大财了！是啊，所以你尽管点，挑最贵的点，今天一定要让大家吃好，千万别替我省钱，明白吗？哎呦，林叔，我就知道你最大气了。行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，保证给你办得体体面面的。10万，够你们在里面把牢底坐穿天了。师傅，火车站，这顿饭你们慢慢享用。服务员，把你们这儿最贵的招牌菜全都上一遍，还有那个8800一瓶的红酒，先开3瓶。哇，还是姚姐面子大，林叔这次真是大出血了。那当然，他现在可是有10万奖金的人，咱们今天不帮他花点儿，那是看不起他。你们一定会笑我，为了区区5万块就把自己逼上绝路。可在那家人眼里，我不是人，只是一个能换成彩礼和房坎的物件。林叔，你也是赶上好时候了，还能去读书。这要跟以前，你得天天下地干活，早早嫁出去，拿彩礼来贴补你弟。哼，女娃嘛，随便养养就得了，反正迟早是别人家的。工资发了吧？拿来。行了，进来吧，别在这杵着，赶紧去把你弟的脏衣服洗了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把工资交出去，我要去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，重新开始。林叔，这周末咱们一起去美甲吧，我发现一家新开的店，评价特别好。我不去了，周末还有事儿。哎呀，别总是有事儿嘛！上次说请你喝下午茶，你也减肥，大家一起热闹一下多好。我说小贺啊，人家林叔调子高，看不上你，别老上赶着热脸贴冷屁股了。就是，人家那是高岭之花，跟咱们这种俗人玩不到一块儿去。随便你们怎么说，可我知道，不是我不愿意去，而是我要把钱省下来，好逃离那个只会压榨我的家。林叔，咱们去买张刮刮乐试试手气吧，万一中了呢？行吧，买一张，就当图个吉利。李叔，你运气真好，真为你感到高兴。贺阳，等我领到奖金，一定请你吃顿大餐，地方随你挑。好啊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一言为定。我就知道你最大方，看大家吃的多开心。你好，请问哪位结账49900块。贺瑶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点这么多东西？林叔，你中了5万块奖金啊！我就是按这个金额点的菜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林叔，你怎么回事？是你自己说要请客庆祝，大家才赏脸来的，现在在这给谁摆脸色看？就是，要不是贺瑶拉你去彩票站，你能中奖，请大家吃顿饭，你面子里子都有了，别那么小气。
女士，请结账，不要影响我们收台。等等，这家我有会员，积分记在我卡上，还能打99折呢。这是啥？妈，你哪儿来的这么多钱去挥霍？这账单是怎么回事？几万块钱，你从哪儿偷来的？妈，那是我刮刮乐中奖的钱。你们这些黑心肝的东西，一顿饭吃掉我女儿几万块，那可是我们家的救命钱啊！你们不怕吃了穿肠烂肚？今天一个个都给我麻利的把饭钱吐出来，不然我就报警，告你们合伙敲诈！你们这群狼心狗肺的东西，吃着我女儿的血汗钱，还想赖账！我告诉你们，今天不给钱，谁也别想安生！请问这里是？你也是来吃白食的吧？我告诉你，想从我林叔这儿扣钱，门都没有！滚，给我滚出去！你们这是什么公司？看谁还敢来！今天不把钱吐出来，谁也别想签合同，谁也别想付经营。今天不还钱，我就天天在这儿睡，谁也别想干活。乔乔，这都是什么人啊？就说不能花穷人钱，就搞几分真麻烦。闹吧闹吧，反正我也习惯了。住手！你就是这儿的头吧？你员工吃了霸王餐，你是不是也想赖账？报警！我告诉你，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没偷没抢。林叔，因为你的原因让重要客户当场毁约，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全部由你个人承担，等着被起诉吧。没把钱要回来，别想进这个家门。什么时候拿到钱，什么时候再回来。一边是公司起诉追责，一边是亲生父母绝情驱赶，两边夹击，我走投无路。通知家属，病人失血过多，脑部受损严重，需要立即手术。医生，他妈妈说手术费用太高了，要考虑一下。考虑，再不签字就来不及了。林叔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这几万块的账单，难道要让公司所有人给你摊吗？大家都是同事，不想闹得太难看。你立即回复我，把单买了。说实话，这账单9馆9台也太离谱了吧！林叔中奖是他运气，但也不该这么挥霍啊。算算时间，他应该已经从人事那里得知了我离职的消息。林叔，你总算接电话了，你跑哪儿去了？我们一晚上都在担心你，生怕你路上出事，连附近医院的急诊都挨个问了遍。没什么，昨天突然身体不舒服，就先回去休息了。林叔，你少装蒜！明明约好请客吃饭，你一声不吭直接消失，分明就是故意逃单。这上一世处处维护贺瑶的那个男同事，我明明早记得他姓方。你是哪位？我记得我只请了贺瑶一个人吃饭。我叫方丽，和你同组的。你说要请客，想和好心叫上所有人一沾喜气，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想同我撕破脸吗？但这次撕破脸又如何？林叔，你别往心里去，方丽就是性子直，说话不太好听。对了，昨天的账单我们几个人先平摊了，总共99300块，你把钱转我就行，我再挨个还给大家。99300，我记得我走的时候，桌上只有2瓶没开封的矿泉水。贺瑶，你胃口未免太大了。我昨天只打算花1000块请你一个人吃饭，其他人的消费和我毫无关系，谁消费谁买单。1000？你打发乞丐吗？你知道我们每个人 A 了多少钱吗？那是你们自愿的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那是你们自己的选择，与我无关。我一口菜没动，一杯酒没碰，莫名其妙让我付这么多钱，这不就是明摆着想坑人吗？林叔，当初要不是我拉着你去买彩票，你怎么可能撞上这种好运？这笔本来就该分我一半，用中奖的钱请大家吃顿饭而已，又不用你自掏腰包，你至于这么斤斤计较吗？你就是个白眼狼！
有我，你连彩票都不知道买。既然你觉得这笔钱我该出，而且数目不小，那就别在这里跟我嚷嚷。那你直接报警好吧，让警察来定这笔钱我到底该不该出。你家广上还有这帮李叔，这肯定会赢了。你居然敢！警察，你以为警察会管你这种烂账的吗？你给我听清楚！当初既然亲口许诺要请他吃饭，还是得信守承诺，哪怕这笔钱给的憋屈，也不能留给这些人日后诋毁我的把柄。说起来，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旅游。从小到大，就连学校统一组织的春游，父母都只会拿浪费钱当借口，不许我参加。20多年的岁月里，永远是家务、省钱、忍让和妥协，从来没有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。我虔诚地求佛祖能给我一个光明的未来，可以再也不用和那些人扯上关系。钱和时间都很有限，我只给了自己1天的调整时间。临川离老家太近，爸妈和同事早晚能顺藤摸瓜找来。姑娘，这屋子虽然小了点儿，但采光好也安静，1个月800，押一付一。阿姨，我租了。终于属于我一个人了。您的奶茶好了，慢走。林叔，你学得真快，这是今天的工资180块，明天还是下午2点到晚上10点，可以吗？可以的，谢谢店长。虽然累，但很踏实。日结的工资，随时能走的工作，这样就很好。要死哦，林叔，你现在出息了，瞒着我们辞了职，拿着钱就外面潇洒，也不看看你爸妈在家过的什么苦日子。贺瑶找过你们了？你还敢说？你那些个黑心的同事啊，讹钱讹到我们头上来了。那天他们堵在门口，说你欠了他们几10万，嘿，想骗老娘的钱，门儿都没有。我跟你爸一人一盆洗脚水就把他们泼出去了，淋得他们跟落汤鸡一样，夹着尾巴就跑了。不过林叔，你同事说你中了10万块钱，是不是真的？我不管你现在躲在哪里，立刻马上把钱打过来。终于说到正题了。喂，林叔，你听到没有？10万块钱，立刻马上打过来，别想躲！我知道你没钱，肯定是你这个好朋友贺瑶给你的。不管你信不信，我没有10万块钱，那是逗他们玩的。你放屁！贺瑶都说，就算有，我也不会再给你们1分钱。你说什么？林叔，你再说一遍！你个白眼狼，我白养你这么大了。你们有退休金。爸每个月的工资比我高多了，林亮在上高中也花不了什么钱。为什么总要我把钱拿出来补贴家里？你这个白眼狼，养你这么大就是让你这么回报我们的吗？没有我们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这个家以后我不会回来了，房子车子你尽管留给弟弟好了，我全都不要。我现在没能力供养你们，等我赚到钱了，法律上该尽的义我会尽的。你敢挂我电话，你个不孝女！不管怎样，这是我第一次有勇气反抗命运的不公。无论以后结果如何，至少现在心情是舒畅的。房东大姐就住在隔壁，这片老城区隔音本就差，方才电话里的争吵想来全都被听了去。姐，不好意思，刚刚和家里人争执吵到你了。没事的，我都懂。谁这辈子没被家里那些烂心事捆住过？我年轻时候也和你一样，挣的每1分钱都被家里拿去贴补弟弟。
掏心掏肺换不来半分心疼。后来我成家有了孩子，才慢慢醒悟过来，人这一生最先要顾好的从来都是自己。对了，给你拿点东西，自家地里摘的，没打药，拿着尝尝。日子再难，也总有甜的时候。谢谢大姐。篮子里的草莓通红饱满，看着格外诱人。这座城市本就盛产草莓，在这里不过是寻常的平价水果，可从前在家里，它却是奢侈的稀罕物。妈偶尔买回来，要么趁我上班一家人分食干净，要么洗好后径直端进弟弟房里。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一口是特意留给我的，现在我可以吃个够了。草莓的味道真好，这份甜是属于我自己的。林叔，你看这个热帖，怎么跟你有点像？标题刺的人眼疼，全程搜捕饭局逃单女。我们都是月薪几千的普通人，本来是詹同志色钱重钱平摊的喜气，没想通一生9万多，一顿饭跌了1万多，这可是我们好几个月的工资啊！同情发帖中奖1万吧，翻脸不认这种打工人血汗钱，艾特本地同城账号，这种人必须找出来，必须曝光他。过去的我已经死了，现在我不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林殊。你觉得呢？我就是看标题挺像你的。好啊，想玩，这次奉陪到底。这真的是你吗？帖子里说的天价饭局是怎么回事啊？是我，不过不是我逃单，是他们贪心讹人啊！可帖子里说的好可怜，还贴了你的照片，可怜。他们点天价菜，反过来倒打一把，算哪门子可怜？我清楚贺瑶不会就这么算了，想不到用的是这么老掉牙的招数。他们妄图用舆论挟持我列邪书，逼我这不主动现身妥协。可他们似乎忘了，刻意掐头去尾，不再正那一应之词煽动情绪，到头来只会反噬自身。单凭一段歪曲的文字，几张断章取菜的骗图，就想定我的罪，未免太过天真。谣言遮不住真相，刻意伪装的弱小与委屈，早晚都会被拆穿。这场由他们亲手挑起的风波，最终也只能由他们自己收场。贺瑶，你以为网络是你的私人审判场，却忘了这届网友可没那么好糊弄。楼上真相了，还发帖全程搜捕，这词是你们能用的吗？真要是逃当犯罪，你们怎么不直接报警？跑来网上卖脸找网友当法官，不就是心虚？知道警察不帮你们要这种不合理的账。果然，到了晚上，风向彻底翻转。贺瑶利用舆论这把打手剑，滋味如何？谎言织成的网，只要撕开一个口子，就会全线崩塌。而我只需要坐着看你们自食其果。贺瑶，既然你把台子搭好了，我不上去唱主角，岂不是辜负了你的一番好心？从头到尾，我只许诺请贺瑶一人吃饭，其余人皆是他擅自叫来，与我无关。关于网传的饭局逃单事件，法律解读来了。未经当事人同意擅自召集他人赴宴，产生高额消费，在法律上这属于不当活力或合同相对性问题，当事人有权拒绝支付，所有费用应邀实际消费人自行承担。这不纯红眼病吗？见不得人中奖就想把人吃干抹净，太恶毒了！这种同事简直是职场毒瘤，分明是想把人往死里整。当事人压根没上桌，你们自己点了几万块的菜，凭什么让人家买单？脸皮比城墙还厚，这怕不是早有预谋吧？故意叫这么多人，就盯着人家的奖金额。谎言织成的网被真相撕碎时，掉进去的就是织网的人。贺瑶，看着那1万块的店口返，今晚你应该睡不着了吧？不应该是这样的，林殊这个贱人，他怎么敢发出来？不是的，大家别被他骗了，林殊根本不是什么受害者。哟，我让他去买的，那我让你去考清华，你考上了分我一半，这样鄙视人，这逻辑简直路边的乞丐。是不是他以后中奖了也得请我吃满汉汉全席？划重点，人家中奖10到4万，你们这顿饭吃了快10万，这叫用特别钱请客，这叫谋财害命吧？既然你觉得没问题，那你垫付的那1万多就当是你大方请客了。不是这样的，那是1万多块啊，我3个月的工资。既然你觉得请客没问题，那就请到底吧。贺瑶，
你现在装什么死？当初在群里吆喝大家去吃饭的时候，你不是挺能耐的吗？不怪你，林叔明明只请了你一个人，是你非要拉着我们去占便宜，还说什么不吃白不吃。现在好了，人家当事人不认账，饭店追着我们要钱。就是平摊下来没要出不少，我这月的房贷还没还呢，这1万多块够我家里2个月的伙食费了。贺瑶，我告诉你，这钱必须你出大头，不然这事儿没完。王姐，你怎么反倒怪起我来了？吃的时候你可没少点，那几只澳洲大龙虾你吃的比谁都积极。当初是谁跟我说林叔进组这么久都不合群，连杯奶茶都不肯请，所以想借这个机会治一治他的？这些话可是你亲口说的。行了，吵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有什么用？现在饭店那边追着要那剩下的几万块原款，咱们得有个说法。我刚才核对过了，我们女同志那天点的菜加起来总共也才2万多，剩下的重头戏那几瓶几千块一支的洋酒，全是你们男的喝的，酒钱就该你们男的重新 AA， 别想平摊在我们头上，谁喝谁买单，这很公平。周姐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点酒的时候你们也没少喝呀，现在看要掏钱了，想把自己摘干净。就是，要不是你们在这起哄说要喝点好的，我们会开那几瓶，现在全甩锅，门都没有。还有你，贺瑶，别在那装死。那天吃饭买单，饭店的积分全记在你个人的会员卡上了吧？那可是10万块的消费积分，下次吃饭能直接抵好几千现金呢。你把这部分积分也得折成现钱退给我们，这样才叫公平。对，凭什么便宜都让你一个人占了？你们还是人吗？我都真来了。林叔，你刚才没在现场，真是可惜了。你们组彻底闹崩了，吵架的声音整层楼都听得到。刚才老板亲自过来了，但说贺瑶擅自惹事，还故意发帖引导舆论，导致网上毁坏了公司形象，当场就让 HR 把他开除了，一个子儿的补偿都没有。贪心不足必遭反噬。贺瑶，这只是你还债的开始。林叔，你给我滚出来！躲得了初一，躲不过15。我们养你这么大，你倒好，拍拍屁股跑了，连个信儿都没有。开门！警察都跟我们说了，你就待在门，我们就天天在这守着，让全楼的人都知道你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。这是咋了？闹这么大动静？听说是找女儿要钱的，来了快半小时了，一直在这吵。你们怎么找到这儿的？怎么找到的？你失踪了，我们能不着急吗？报了警，警察顺着你租房的登记信息一下就查到了。你个没良心的，跑这么远，是想跟我们断绝关系吗？我没失踪，我只是不想再跟你们有任何关系。不想有关系，你是我们身上掉下来的肉，血脉亲情能说断就断。今天我们来也不跟你废话，把你中奖的几万块钱交出来。对，舒儿，你把那几万块都给我们，我们保证拿了钱以后再也不来找你，再也不打扰你的生活，行不行？可我比谁都清楚，妥协从来换不来安稳，只会变成无休止的纵容。这一次顺着他们，就会有第2次、第3次，往后漫长一生，我都会被这个家死死捆绑，榨干最后一滴血。我不会给你们钱。你说什么？林叔，你再说一遍，那钱本来就该是我们的。我们养你这么大，你吃的穿的哪一样不是我们花钱买的？你中的奖凭什么是你独吞？被打死你这个不孝女！你打呀！今天你敢碰我一下，我立刻报警，到时候让警察来评评理，看看父母堵在女儿家门口又打又骂，还要抢女儿的救命钱，到底是谁的错？造孽啊！真是造孽啊！家里你奶奶都躺床上快不行了，等着这笔钱救命呢。你倒好，拿着钱躲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，不管老人死活，怎么养了你这么个白眼狼啊？你奶从小最疼你，现在她重病在床，你1分钱都不肯拿，只顾着自己潇洒快活，你还有没有一点良心？老两口天天在医院伺候老人，连饭都吃不上，你倒躲在这里享清福。今天你要是不把钱交出来，我们就哪也不去了。你上班我们跟着你去公司，你吃饭我们跟着你去我们寸步不离跟着你，睡觉我们就你没法生活，想这辈子都有如宁日，我看你躲到什么时候？你家门口。你什么意思？躲进去有用吗？躲进去有用吗？今天不拿钱，别想了事儿。小林，外面那2个人我都听见了，你真的要退房啊？这房子你住的好好的，我也舍不得你走。麻烦你了，大姐，押金不用退我全部，扣掉这个月的房租就行。说什么呢？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不容易，拿着钱路上用，以后要是有什么难处，随时给大姐打电话。谢谢。你往哪儿走？林叔，你给我站住！钱还没给我们，你想跑哪儿去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不把钱交出来，你哪儿也别想去！大家快来看啊！这个不孝女拿着中奖的钱，不管家里老人死活，现在还要跑，我们老两口真是白养她了。都他家闺女呢！
爸妈，从今天起我就住在这里，你们想耗便只管耗着，我身上1分钱没有，工作辞了，房子也退了。你们若是真的非要不可，有本事就把我的命拿去。你疯了，你真是疯了！为了那几万块钱，你宁愿住这种鬼地方？我们表情，你想住是吧？我们就陪你住。我倒要看看，是你先扛不住，还是我们先扛不住？你还有脸吃？家里你奶奶躺在病床上等着钱救命，你倒好，躲在这里啃馒头，你良心被狗吃了！这鬼地方连个热水都没有，再这么耗下去，我非冻出病来不可。他怎么就这么犟呢？以前是挺听话的嘛，说什么都依着我们。哼，翅膀硬了，我就不信他能一直熬下去。等他饿极了、冻极了，自然会求我们。你真的打算一直住在这里？我本就一无所有，耗得起，可你们还要顾家，还要照顾奶奶，还要打理家里的琐事，你们熬不住的。就这几万块钱，你愿住这么个鸡的死时候？我们真是倒了8辈子霉，才生了你这么个白眼狼！行了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行，这笔钱我们不要了，算你狠。但你给我听好，这笔钱可以不要，可赡养义务你1分都别想逃。我和你妈把你养这么大，不是让你当甩手掌柜的。从下个月开始，每个月每人2000块赡养费，一共4000，不算过分。你必须按时打过来，1分都不能少。还有你弟弟，他是你唯一的弟弟，将来上大学的学费，毕业后结婚的彩礼，买房买车的首付，你是姐姐，天生就该帮衬。这些责任你早晚都得担下来，别想躲。等他将来有出息了，还能忘了你这个姐姐不成？都是你应该做的，只要你好好供你，早晚找我离婚。一辈子成冤，你有没有堵着我1分钱都不会出的。至于赡养费，等你们真的老到动不了、没有劳动能力那天，我会按法律规定，按我自己的能力给，而不是按你们狮子大开口的标准。不然你们就去法院告我，法院判多少我给多少，多1分都没有。我怎么就生出来你这么个猪狗不如的东西？养你20多年，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，现在让你帮衬你亲弟弟，你都不肯，你良心被狗吃了，你迟早遭天打雷劈！你以为我很想当你的女儿吗？你这样的人根本不配当母亲，至少不配当我林殊的母亲。走，跟这种没心没肺的白眼狼没什么好说的。我们走，就当我们从来没生过他。我知道血缘是刻在骨子里的印记，挥之不去。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，在他们需要钱、需要人出力的时候，他们还会再次出现，还会像今天一次，我用最决绝的方式让他们明白了，我不再是那个可以偷拿捏、逆来顺受的我了。我无所畏惧，所以我敢豁出去。我以后的日子，所以我耗得起。我只守着自己的底线，只为自己而活。是不是我太冲动了？好好的安稳工作不做，非要赌上全部积蓄，一头扎进未知的民宿行业，万一赔得血本无归，我就真的一无所有。我不是为了这5万块的横财执念不休，自己那个被亲情榨干，在雨夜绝望纵身跳下的林殊早就死了。老板，你这里还有空房间吗？我找了好几家民宿，都装修的太精致、太商业化了。一看到你家院子里的野蔷薇，我就觉得这里对了。有的，还有一间朝南的房间，采光很好。太好了，我叫苏婉，是美术学院的学生，来云城写生的，我要住7天。林殊姐，你做的早餐也太香了吧！我在学校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包子，快吃吧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林殊姐，给你，路边看到的，特别香。这里以前有个老茶馆，我经常去那里听书，后来茶馆关了，老板就去卖糖画了。林殊姐，我要走了，你这里一点都不像民宿，像家。我以后一定还会再来的，还要带我的同学一起来。好，我在这里等你。怎么会这么多？
室友们来啦！欢迎欢迎，房间早就给你们留好了。他们看了我的笔记，都吵着要来住。林书姐给你，今天在花市看到的，特别好看。谢谢你。对了，这次打算住多久？住半个月。我要把云城的夏天都画下来。而且啊，我又给你拉了好几个客人，他们下周就来。我从来没想过，一篇小小的笔记会彻底改变我的生活。苏婉成了我的第一个回头客，也成了我最好的免费宣旁员。慢慢的，安溪小猪社交平台上有了一点名气，不用我花钱推广，每天都有客人主动找上门。曾经那个手空荡荡等10字的民宿，终于在这片小小的院子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光。你好，时光小猪。林书姐，对不起啊，我明天可能去不了了，想取消一下订单。巷口新开了家云栖阁苑，99块住1晚，还包双人早餐，我就订了那边的。老板，我取消订单。你家什么设施都没有，连个泳池都没有，凭什么比人家云栖专园贵那么多？人家还有专门的管家服务呢。林姐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巷口新开了一家连锁民宿，叫云栖别院，装修的特别好，有泳池，有餐厅，还有管家。开业第一天只有块钱1晚，所有的客人都取消订单了。可我没想到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竞争就轻易的打碎我所有的安稳。难道我真的要失败了吗？我好不容易才拥有的一切，难道就要这样毁于一旦了吗？小叔啊，你看你都瘦成什么样了，我就知道你肯定没好好吃饭。走，跟我去我家，我给你炖了排骨汤，快喝，刚炖好的，补补身子。你看你这几天什么都不吃，我看着都心疼。我知道你心里难受，巷口那家云栖别院装修的跟皇宫似的，又搞那么便宜的促销，客人肯定都被抢过去了。张姐，我是不是真的不行啊？我什么都比不过人家，没有泳池，没有餐厅，也没有管家服务。客人说的对，我家什么都没有，凭什么比人家贵？孩子，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咱们老城区的民宿拼的从来就不是那些冷冰冰的硬件设施啊，那些连锁民宿也是里的每一条巷子，客人哪里就处则落齿，哪里的感情落最漂亮，哪里能看到最地道的去体验真正的云城捕鱼，这是那些连锁民宿永远也比不了的。一语点醒梦中人。是啊，我为什么要跟人家比硬件呢？我最大的优势从来就不是装修，而是我自己，是这间小民宿独有人情味儿。在云城有这样一间小小的民宿，这里没有豪华的设施，却有最温暖的人情味儿，有最地道的云城生活。那些连锁民宿给不了的，我能给。我要让每一个来这里的客人都能看到最真实、最鲜活的云城。这棵树啊，比镇子的年纪都大。哇！小林啊，太谢谢你了！这3天是我们这次旅行最开心的3天，这才是真正的旅行，比去那些人山人海的景点有意思多了。是啊是啊，谢谢你们，欢迎下次再来云城玩。原来真正能留住人的，从来不是豪华的装修和低廉的价格。太好，林姐，我就说我们一定可以的。而是人与人之间最真诚的连接和那些独一无二的温暖体验。我的时光小宅终于又活过来了。敬林书姐，要不是你，我们根本找不到这么好玩的地方。敬林书姐，大家玩得开心就好。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感觉，不是标准化的网红打卡点，是真正能让人慢下来的生活。明天林书姐还要带我们去看渔民捕鱼呢。上次她带我们采的茶，我带回家，我爸妈都说好喝。你好，我叫陆宇，是做本地文旅的，今天带着客户来老城区考察，误打误撞走进来了。你好，我是林叔，这里的老板。才听客人说你会带他们体验采茶、摘草莓这些本地项目。很多客人来云城不想只是逛景点，我觉得带他们当地人的生活才是真正的旅行。林叔，你这个思路特别好，我们公司正在做云城老城区的文旅推广，就是想挖掘这些有温度的本土体验，能不能合作？我们给你精准引流，你给我们的客户提供这些专属服务。好，我愿意试试。一个时光小旭，我也能在云城拾一段慢时光。老板你好，生日快乐。24年了，我一直把自己的心裹在厚厚的冰壳里。我见过最丑陋的亲情，受过最刺骨的伤害，
所以我不敢相信任何人。可陆羽就像一缕穿过乌云的阳光，不刺眼却足够温暖。原来被人放在心上是这样的感觉。林叔，真的是你啊！你怎么找到这里的？林叔，我找了你好久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前都是我不对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这公司很忙，没工夫听你说这些，有什么事就直说。我爸妈也觉得我给他们丢人，天天骂我。上个月直接把我赶了出来，说再也不认我这个女儿。我走投无路了，才辗转打听到你在这里。林叔，你能不能给我一份工作？我什么都能干，打扫卫生、洗床单、做后客人，我什么都愿意干。只要你给我一口饭吃，给我一个住的地方就行，我不要工资都可以。他偷走了我的设计稿，抢走了我的升职机会，最后还联合老板把我赶出了公司，让我身败名裂。这一世我再也不会上当了。对不起，我这里不缺人，你走吧。林叔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？我们好歹同事一场，你就眼睁看着我饿死街头吗？要是我拉着你去买彩票，你能中那5万块，能开得起这么大的民宿？你现在过得风生水起，就不能拉我一把？那张彩票，当初买彩票的1000块钱，我早就一分不少转给你了，我们早就两清了。你走吧，别再来打扰我做生意。大家快来看啊！这个女人忘恩负义，中了大奖就翻脸不认人，现在开着民宿赚大钱了，就不管以前的同事死活了。原来就是啊，他就是世间网上那有这么逃单的林叔啊，看着挺温柔的，没想到那这么狠，又不是不给他干活。是啊，开这么大的民宿，还差1个人的工资吗？太冷漠了。林叔，你最好乖乖答应我，不然我就天天在你门口闹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让你的民宿再也没有客人敢来。贺瑶，我怎么忘恩负义了？当初是谁做主张叫来了整个部门20多个人，点了近10万块的酒菜？是谁在网上发帖子污蔑我逃单，想让我身败名裂？你胡说！明明是你自己答应要请客的，是你说要庆祝中奖，请全部门吃饭的。我只答应请你一个人吃饭，感谢你拉我去买彩票，这一点你在公司群里自己也亲口承认过。还有，你说你被父母赶出来，走投无路，连饭都吃不上。可我昨天还刷到你的朋友圈，你在三亚的海边晒太阳，住的是海景酒店。贺瑶，你到底是走投无路，还是看我现在过得好了，又想来占便宜？原来是这样啊！我就说看着林老板不像那种，原来是被讹了。这个女的也太不要脸了吧！自己做错事还好意思反过来倒打一耨吗？就是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林姐，你快看，网上好多人在骂我们。卫生条件差，床单有头发，卫生间异味，服务态度恶劣，小吃店天价宰客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些全都是假的，我从来没有宰过任何一个客人。不用想也知道，这肯定是贺瑶干的。除了他，没有人会这么恨我，没有人会用这么下三滥的手段。别生气，也别害怕，有我在，我来处理。这些帖子漏洞百出，明显是恶意抹黑。放心，我一定会让真相大白的。我要求你们立刻删除这些违规内容，并对发布者进行封号处理。太好了，终于有人相信我们了。贺瑶这下应该没辙了吧？谢谢你，陆羽。要是没有你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跟我还客气什么？我们是合作伙伴，也是朋友。贺瑶在不断的注册新的账号，发布更多的抹黑帖子。他还找了专业的水军，在我们的店铺页面下面疯狂刷差评。平台那边因为账号太多，他们删不过来。他铁了心要搞垮我的时光小猪，我好不容易拥有的一切，难道真的要这样被毁掉吗？别担心，我还有办法。贺瑶以为这样就能打倒我们，他太天真了，我们不会让他得逞的。林姐，陆哥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刚才又有5个客人取消了订单，连下周的都退了。别慌，着急也没用。贺瑶就是想看到我们这个样子，我们不能让他得逞。陆羽，你还有什么办法吗？他故意捏造并散布虚假事实，损害我们的商业信誉，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。我们可以起诉他，要求他立即停止侵权行为，公开赔礼道歉，并且赔偿我们所有的经济损失。起诉？可是我们没有证据证明这些帖子和差评是他发的，根本查不到是谁。我有办法，我认识一个做网络安全技术的朋友，他可以帮我们查到这些账号的 IP 地址和登录设备信息。只要能证明这些恶意账号都是贺瑶在操作，或者和他有直接关联，我们就有足够的证据起诉他。我朋友已经开始查了，他说这些账号的发布时间和内容高度重合，明显是同一个人或者同一个团队在操作，很快就能查到 IP 地址。好，太好了，你把详细的 IP 地址和登录记录都发给我，谢谢了，改天请你吃饭。这个小区就是贺瑶现在住的地方，证据确凿，他赖不掉了。都准备好了，这一次我不会再像上一世那样任你欺负了，保护我自己，保护我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一切。好消息，法院正式受理我们的案子了，传票已经发给贺瑶了。太好了，终于可以让那个坏女人付出代价了。是贺瑶。您是我们谈判，我们可以谈判的。他早该想到会有今天的。别紧张，证据确凿，我们一定会赢的。我不紧张，我只是觉得终于可以彻底摆脱他了。
本院如下：被告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，在公开平台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，消除影响，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5万元。强制执行的结果出来了，贺瑶名下根本没有什么值钱的财产，他在景城早就欠了一屁股债，真是活该。是啊，经过这件事，贺瑶彻底在景城待不下去了。听说他昨天已经收拾东西去了外地，从此杳无音信，再也不会来打扰我们了。终于结束了，那些纠缠了我2辈子的恩怨，那些痛苦和伤害，终于随着贺瑶的离开，彻底画上了句号。林姐，你快看，好多订单啊！网上好多网友都知道了我们的事儿，都在评论里支持我们，还有好多人说特意来云城住我们的民宿。特意来支持林老板，被人恶意抹黑还能这么坚强，太不容易了。你看，公道自在人心，真正好的东西永远不会被恶意掩盖。我从来没有想过，一场风波反而更强盛。这间充满爱的小宿，我会一直幸福下去。姐，我以为桥洞那场决裂之后，我们这辈子都不会再见面了，可我没想到他会找到这里来。你怎么来了？爸妈让我来的。他们让你来干什么？我考上大学了，学费要8000块。爸妈说你是姐姐，应该由你给我出。果然，我凭什么给你出学费？你是我姐啊！爸妈说了，你中了5万块钱，现在还开着这么大的民宿，肯定有钱。我是你唯一的弟弟，你不帮我谁帮我？这本来就是你该做的。学费你可以申请，活该养你一辈子吗？你已经18岁，也可以去打工赚钱，我没有义务替你的人生买单。可是爸妈说了，你要是不给我出学费，我就不能上大学了。他们还说你要是不拿钱，我就一直待在这里不走了。爸妈的偏心和自私，终究还是把他教成了和他们一模一样的人，一样的理直气壮，一样的贪得无厌，一样的把我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。林姐，别生气，有话好好说，他还是个孩子，慢慢跟他讲。你要待在这里可以，但我不会给你1分钱。你要是想吃饭，就自己动手干活，打扫卫生、洗床单、倒垃圾，什么都可以，不然你就饿着。老板，门口那个男孩是谁啊？怎么一直坐在那儿？一个远房亲戚来这边找工作，暂时没地方去。我饿了。厨房有菜有米，想吃饭自己做。林姐，要不你就给他点钱，让他走吧。他都在这儿坐3天了，客人都开始问东问西了，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。不行，这次我要是妥协了，给了他8000块学费，下次他们就会要1万块生活费，再下次就是买房买车的首付。这个口子一旦打开，就再也堵不上了。他已经18岁了，是个成年人了，该学会自己承担责任，自己为自己的人生买单了。我知道了，你放心，我会帮你看着的。我不能让他变成第2个我，一辈子被这个家捆绑，一辈子活在别人的期待里。他的人生应该由他自己走。你真的这么狠心吗？我可是你亲弟弟。我狠心。林亮，你有没有想过我这些年是怎么过的？我从初中开始就只能穿表姐剩下的旧衣服，用别人不要的破书包，为了298块钱的课本费，我妈跑到学校里大吵大闹，指着我的鼻子骂我赔钱货，让我被全班同学嘲笑了整整3年。工作之后，我每个月的工资都要1分不少的上交，自己连一顿10块钱的盒饭都舍不得吃。我中了5万块钱，被贺瑶讹走了4万多。我爸妈不仅不心疼我，反而跑到公司去大闹，说我不孝，害得我被开除，最后把我赶出了家门。这些只有我一个人知道。我不知道，爸妈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，他们只说你在外面赚大钱了，不愿意管家里了，说你是个白眼狼，白养你这么大。他们从来都是这样，只在乎自己的感受，只在乎你能不能给他们养老送终。在他们眼里，我从来都不是女儿，只是一个用来给你铺路、给他们赚钱的工具。林亮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你应该明白，靠别人是靠不住的，路要自己走，日子要自己过，没有人能替你活一辈子。你要是真的想上大学，我可以帮你申请国家助学贷款，也可以给你介绍学校附近的兼职，寒暑假也能来我这里打工赚生活费，但我不会直接给你1分钱学费，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姐，我想通了，我愿意自己打工赚学费。以前是我不懂事，听了爸妈的话，觉得你就该帮我，对不起。想通了就好。看着他忙碌的身影，谢谢老板。我心里的坚冰渐渐融化了一点。其实他本质并不坏，他只是从小被爸妈宠坏了，被灌输了姐姐就该帮弟弟的错误思想。现在离开了爸妈的掌控，看到了真实的世界，他终于明白了我的不容易。姐，给你，这是我用第1个月工资买的，
以前都是你给我买东西，这是我第一次给你买。谢谢。原来血缘这东西真的很奇妙，即使有过那么多的伤害和隔阂，当他真正长大，真正懂得体谅的时候，心里还是会忍不住觉得温暖。或许我们姐弟俩终于可以像真正的家人一样好好相处了。谢谢你。姐，对不起，以前是我不懂事，总是听爸妈的话，跟他们一起欺负你，我以后再也不会了。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，只要你以后好好读书，好好做人就行。到了学校记得给我报平安，照顾好自己，别舍不得花钱，要是钱不够了就给我打电话。我知道了，姐，你也要照顾好自己，别太累了。民宿的活别一个人扛着，有事就给我打电话，我放假就回来。姐，我一定会好好读书，以后赚了钱我养你。好，姐等着你。是啊，真好，20多年了，我终于不用再一个人背负所有的重担了。那些曾经的伤痛和委屈，都随着火车的远去慢慢消散了。未来的日子，有弟弟，有苏婉，有陆玉，还有这间充满火气的小民宿。解决了所有的麻烦，时光小燕的生意越来越好。我和陆玉一起把这里变得更好，也在朝夕相处中找到了属于我们的幸福。林叔，我知道你的过去有很多不开心的事情，但我希望你的未来能有我参与。我会用一辈子的时间好好爱你，保护你，让你再也不会受委屈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在这个我亲手打造的充满爱的小院里，我终于等到了那个愿意用一生守护我的人。我愿意。婚后的生活平淡而幸福，原来最好的爱情就是和你一起把柴米油盐过成诗，再也不用为了钱发愁，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生活，再也不用被原生家庭压榨。我有了属于自己的家，有了爱我的人，有了自己的事业，我终于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。你说你爸生病了，很严重，需要做手术，你能不能回来看看他？去吧，不管怎么样，他都是你爸爸，我陪你一起回去。一路上我的心情都很沉重，我不知道等待我的会是什么。林叔，你可来了！你爸得了需要马上做手术，手术费要10万块，我们手里没有那么多钱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小林叔，你们到底还是为了骗我回来要钱是吧？你爸得胃癌躺床上了，他女儿都不救你爸吗？你这个白眼狼！什么胃癌，什么手术费都是骗我的。我爸得的不是胃癌，是胃炎吧？我刚才在护士站问过了。不是的，林叔，你听我解释。这是我作为女儿能给你们的最后一点钱，以后你们生老病死，我会按法院的判决每月按时支付赡养费，但其他的我1分都不会再出了。林叔，你给我站住！你要是走了，我就死给你看！走出医院的那一刻，阳光洒在我的身上，暖洋洋的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觉得心里的最后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。我终于彻底摆脱了他们，彻底和过去告别后，时光小筑成了云城小有名气的民宿品牌。我们开了3家分店，打造的乡村民宿项目也带动了周边村落的经济发展。我和陆玉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，叫林念。念念不忘必有回响，我希望她永远心怀热诚，不惧风雨，永远保有温柔与希望。每年春天，院子的草莓都会成熟，我带着念念和客人们一起采摘草莓，看着她无忧无虑的模样，我的心里被幸福填得满满当当。偶尔我会想起所有种种，但我早已放下一茬过去的闷，千帆过尽，一帆过尽，万般皆释然。我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暖阳与岁岁平安。如果没有那些经历，我可能永远都不会明白，人这一生最重要的不是讨好别人，而是取悦自己。那张5万块的刮刮乐从来都不是命运的馈赠，它只是一个契机。而这场来之不易的世间百态，才是我有勇气搏脱过去的赠予我最贵重的奖金。我知道未来的日子还会有风雨，在想什么呢？但我再也不会害怕了，因为我有爱我的人，有我爱的人，真好，有属于自己的家。往后余生，我只愿平安喜乐，岁岁年年。